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，曾经是一句人人皆知的口号。大庆油田涌现出了劳模王进喜，大寨农村则产生了农民总理陈永贵。今天我们就聊聊农民陈永贵是怎么进入中南海，又是怎么灰溜溜下台的。能胜任大队书记的农民大都不是善良朴实之辈。山西省西阳县大寨大队支部书记陈永贵，因为在大寨农业中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的骄人成绩一炮而红。名义上西阳县大寨没要国家1分钱救济，甚至向国家上缴了数万斤粮食。实际上从60年代开始，各级部门就以试点的名义用金钱、物资和设备扶持大寨的农业。每年西阳县都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、职工、教师和学生帮助大寨义务劳动。西阳县水利专业队甚至专门调拨100多人为大寨修水利。中科院农业服务队的30多名臭老九更是包揽了大寨的一切重活。而最为关键的是，陈永贵隐瞒了实际耕地面积，实际上有1200亩地，他只报了800亩，从而创造了亩产远超山西其他劳动模范的奇迹。1963年又是丰收的一年，陈永贵被邀请到各地介绍大寨的经验。他不仅借了少大寨人战天斗地的过程，更展示了自己绝佳的口才。陈永贵虽然是个文盲，但嘴皮子特别能说，不需稿子他就能滔滔不绝讲2-3个小时。其实就算有稿子他也不会念，因为他是个半文盲。他讲起来内容生动活泼，妙语连珠，自己创造了很多顺口溜，常常引得听众哄堂大笑。他的讲话在全省引起了极大的轰动，听了他报告的人们个个情绪激昂。著名作家赵树理听了他的讲话都佩服得五体投地，直呼人才。1963年，毛泽东南巡，专列到了邯郸。山西省委书记陶鲁家到专列上汇报。陶鲁家提到陈永贵时，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了陈永贵的情况。陶鲁家对陈永贵大加称赞，毛泽东连连点头。随后毛泽东继续南巡。毛泽东每到一处都会谈起大寨精神，记者更是闻风而动。1964年2月10日，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长篇通讯，同时还发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。每天中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长篇报告文学《大寨英雄谱》，电波让陈永贵的名字家喻户晓了。不久，毛泽东更是发出号召，工业学大庆，农业学大寨，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大寨的高潮。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这年，山西省农业劳模李顺达、武侯礼、郭玉恩到大寨参观取经，很快看出大寨虚报耕地面积的把戏。他们便对一同参观的新华社记者谈了这个问题。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，倒不是他们嫉妒陈永贵，而是他们面临着上级的压力。大寨能达到的水平，你们为什么达不到？1964年4月24日，刘少奇指示各地对典型要核实，免得有浮夸。根据这一指示，4清工作队查出大寨的粮食的实际亩产量少于陈永贵的报告，同时新华社驻山西记者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。很快，新华社内部参考就发表了一篇揭露大寨弄虚作假、欺上瞒下的文章。更令人吃惊的是，调查发现陈永贵曾经在抗战期间做过汉奸。1921年6岁的陈永贵随父来到大寨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。不久，父亲因贫困潦倒，卖妻弃子，最后上吊身亡。成为孤儿的陈永贵就寄居在一寡妇家，为地主放牛、打长工。恨人有，笑人无是农村的常态。身处农村底层的陈永贵没少受欺负，这也练就了陈永贵善于察言观色、能说会道的本事。而且陈永贵胆子大，成年后便受到当时村长、地主贾太原的赏识。1942年27岁的陈永贵当了维持会代表，并加入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，向宪兵队送情报。他不仅给日本办事，还与八路军干部保持联系，展现出他善于为人处事的一面。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，
共产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奸反霸、诉苦清算运动。虽然陈永贵是大寨平固农中的一员，却被列为汉奸而被批斗。1946年7月，西阳县委举行了盛大的批斗大会。讽刺的是，当时主持批斗大会的正是当初赏识怂恿他当委代表的贾太元。陈永贵的命运在1946年至1947年西阳的土改中改变了。大难不死的陈永贵以一个无产者的身份积极参加土地改革，批斗地主，和贫雇农一样分得了土地、房屋和福彩，并加入了共产党。政治上抬起了头后，很快陈永贵凭借他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巧舌如簧，成了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，成了高举三面红旗的旗手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。负责调查陈永贵问题的驻山西69军副军长谢振华将调查结果呈报中央，但是最高领导的看法才是根本。毛泽东一锤定音。1964年12月26日上午到北京开会的陈永贵被毛泽东邀请参加自己的生日宴会。陈永贵不像很多人见到毛泽东那样紧张的话也说不出来，而是侃侃而谈。第二天，全国各大报纸都以显著版面登载了毛泽东和陈永贵亲切握手的照片。有了毛泽东的支持，没人敢再提陈永贵造假以及汉奸历史。陈永贵造起假来更是有恃无恐，而且官运亨通，一路平步青云，兼任了西阳县委书记、晋中地委书记、山西省委副书记等职。各地官员纷纷前往大寨参观。1969年中共9大，在毛泽东的授意下，陈永贵当选中央委员。中央大员纷纷前往大寨，表明自己的态度。1973年，马里共和国总统在邓小平陪同下访问大寨，参观虎头山上的梯田。这位总统曾经是一位水利专家，他对陈永贵说：“我对你们改造自然的气概深表敬佩，但是我认为你们把梯田一直修到山顶，这是不科学的。”陈永贵不屑一顾地说：“我们种地靠的是毛泽东思想，毛泽东思想最讲科学。”得到后的陈永贵当然不会忘记揭露自己的谢振华。1974年，陈永贵代表中央主持了批斗谢振华的大会，相关人员被轮番逼供，阳泉市公安局副局长王贵玉被整得终身残废。1975年1月，陈永贵到北京参加第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，周恩来通知陈永贵，中央准备安排他当国务院副总理。所谓的中央就是毛泽东。毛泽东甚至有过让陈永贵当国家主席的想法。陈永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就这样，陈永贵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。中央给陈永贵配了几个秘书，一边帮他提高文化水平，一边帮他批阅文件。因为识字有限，文件都由秘书念。他的为官之道非常简单，那就是看实权领导的态度，领导同意，他也跟着画个圈。由于不习惯住在中南海钓鱼台，陈永贵搬到了交道口的一处四合院，司机、警卫、厨师、勤务员一应俱全。后来因为不习惯高级厨师做的菜，他专门从山西调来了一位山西面食厨师。后来有文章赞美陈永贵当总理户口还在农村，实际上陈永贵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站在强者一边，以弱者的代言人自居。他的5亲6眷无不受惠于他。1975年9月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西阳县开幕，会议由华国锋主持，陈永贵致开幕词，邓小平在大会上做重要讲话。邓小平吹捧道：“全国只要有1/3的地方赶上大寨和西阳县，我们的粮食就没地方搁了。”1976年，在华国锋致秦4人帮后，陈永贵马上站好队，他劝华国锋千万不能放邓小平出来。华国锋相当自信，告诉陈永贵不用担心。胡耀邦文革期间下放农村，对农业十分了解，对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的形式主义等毛病看得真切。复出后，他在中央党校直截了当地说大寨是劳民伤财。陈永贵听说后怒骂道：“什么他妈的胡耀邦，我看是胡乱帮。”那段时间陈永贵几乎逢人就骂胡耀邦。
11届三中全会，陈永贵对批判毛泽东十分不满，本想投反对票，华国锋亲自给他做工作，他才投了赞成票。邓小平掌权后，紧跟华国锋的陈永贵也就失势了。墙倒众人推，各方面的揭发材料如雪片一般的飞到中央。政治很残酷，许多揭发者都是陈永贵提拔重用的人。内参更是把大寨的问题翻了个底朝天。为此，陈永贵去找李先念，政治不倒翁李先念要求停止对陈永贵送内参。于是政治局委员陈永贵从此就看不到内参了。邓小平也不再吹捧陈永贵，反而宣传一包就灵，联产承包责任制被迅速推广，大寨也就成为了历史。1979年，山西首先闻风而动，免去了陈永贵县委书记的职务。陈永贵表面上说自己不要官不要权，私底下却向继任者要人大副主任的职务。1980年6月1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在胡耀邦的批示下发表了社论，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。表面批评山西西水东调，实际批评的对象是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以及他背后的华国锋。陈永贵明白了一切，大骂说四人帮也没这样对自己。1980年8月30日，全国人大5届3次会议接受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。在这次会议上，华国锋也辞去了国务院总理的职务。山西青年也见风使舵，发表了《虎头山下一恶》，揭露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玩弄女性。山西日报发表了岳增寿冤案和王金奎案透视。陈永贵同僚王金子的哥哥因强奸多名幼女被判20年徒刑，在陈永贵的亲自关心下无罪释放。一受害者家长岳增寿四处告状无门，反而被污蔑为反革命，判刑18年，并被用刑致其瘫痪。1983年，陈永贵给中央写信，希望能够出来给中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很快他就被安排到了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。1986年3月26日，陈永贵病逝于北京。追悼会冷冷清清，中央领导无一到场，只有华国锋来送了他最后一程。